在佛界啊，随便拿出一个果位来，都可能要比道教一般的神仙体系要高。这很大一定程度上面呢，是因为佛界它处于这个轮回的外面。我们说正常来讲啊，就是你处的这个天界，它越高啊，这个相对应的修为地位啊，它就会要高出不少。哪怕是佛界里面罗汉果位啊，你去和那低位面的，比如说像这个帝君去比较，他就不再堕轮回，而帝君这个级别啊，他还会去堕轮回。我们首先要强调啊，我们说的堕轮回啊，不是说我们看到一个罗汉，哎，他转生成人了，那甚至呢，我们这里都会查到有一些是罗汉转世，甚至是超越罗汉转世这种果位转生下来，但是那个人家叫做正常锻炼，人家什么也没有带，没有带多少福报，也没有带很大的能力下来，人家就是为了成佛来正常锻炼了。而我们说帝君他会堕轮回，是因为帝君他犯了错误，导致了他堕轮回啊。一旦堕了轮回，他是上不去的。而罗汉一般他下来，他是能够回去的啊，这叫不堕轮回。那包括呢，你像玉皇大帝级别是很高，但是人家仍然是在欲界天以内，而罗汉他已经脱离了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到了这个轮回的外面，他能认知到的东西要比玉帝他要多得多。所以说，为什么一定说要向往到佛界去？因为在那边啊，它真的就是一个人人平等的地方。轮回里面啊，它还有好多的地方，它其实不是那么平等。罗汉之上呢，就是这个菩萨，菩萨这个果位呢，它分这个大菩萨和这个小菩萨。那大菩萨呢，一般大家耳熟能详，比如说像这个地藏王菩萨呀、观世音菩萨等等。小菩萨它是这样的啊，佛界会把你所需要在轮回里面到的修行的给你分门别类。小菩萨则是呢，你在这些考核里面最主要的几个方向都修行好了，这个时候你得小菩萨果位。那一旦迈入菩萨果位呢，那就相当于这个圣人了。你像他们的分身轮回到人间上，基本上不会怎么犯错。像这个帝君的分身，或者是一些星君的真君的这些分身，那他们下到这个人间界来，他们可能会被金钱呐、权力或者美色等等所迷惑住，最后呢，在这个人间界啊，不断的去消耗了自己的能量。而我们看到的菩萨几乎不出现这种情况。比如说，我们看到有一个小菩萨的他的前世，那他前世就是一修道的，结果那个国家由于国王昏庸，百姓民不聊生。就有人去请他去出山治理国家。那当他把这个国家治理的百姓安居乐业的时候，他激流的勇退，放弃了权力，并且呢，在他的这一个心目当中就觉得就这样就挺好，老百姓安居乐业就挺好。而如果你换成你像帝君的分身，那可能他就会死抓这个权力，他会不下来。我们就说马云吧，当有人跟他说，如果你继续坐在董事长这个位置上，明年可能会出事儿。马云当时都知道这个事儿了，但是人家仍然不肯放弃权力，直到他出事儿了，他才肯卸任董事长的职位。别说他，你看历史上有多少人他做不到这一点？比这个小菩萨更高的呢，那就是大菩萨了。一旦修到大菩萨这个级别啊，就相当于思维性的生命体，相当于无色界天的生命。小菩萨总体呢，还只是相当于色界天的水平。毫无疑问啊，创造一个世界和结束一个世界都在他们的一念之间。我们之前就已经介绍过了，当达到这个级别的众生，他已经没有肉身了，有的只是思想上的存在。有一句话呢，叫做我无处不在，那么指的呢就是无色界天的这个众生。除此之外呢，有些大菩萨他转世到人间，还有一个相当逆天的一个特征。比如说啊，一个大菩萨转世的一个小孩，他可能在学习方面啊倒数第一。按照道理来讲啊，这个同学老师多少少对他会有一点看法，但是这个级别的众生完全可以做到，他周围的这些无论是老师还是同学都特别的喜欢他，包括他的亲戚。这个由于呢，
它的众生善缘，它在几百万年甚至上亿年的时间内持续的利益众生所换来的。所以你看到它，你就会情不自禁的特别喜欢它，因为人家曾经以很慈悲的方式来利益你，来帮助你。最后呢，我们来聊聊成佛。成佛是轮回当中最终的考验。一旦成佛，整个轮回这场游戏就被你给打通了。只有达到这个级别，才能够说真正意义上的不用再轮回了。不然，哪怕是半佛，你都要降下自己的这个分身到下位面进行这个轮回。而菩萨到成佛这一步，犹如天堑。举个例子有很多人说观音菩萨他已经成佛了，但事实根据我们看到的是，观音菩萨还没有成佛，而且卡住他们的点每一个还不同。比如说，有些的菩萨他无法度过这个虫洞关，那有些的菩萨他无法度过这个饥饿关，在阻碍着他们，而且每个人的点他还不一样。成佛呢，还需要发愿你必须完成你的发愿才能成佛。那你比如说像地藏王菩萨，那地藏王菩萨他发了一个愿叫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。那这个愿就太大了，他想把地狱这一界的众生给他度没了，那所需要的精力时间那是绝对不会小。而且呢，光是成佛，他还分这个小佛境、半佛境以及全佛境。这个呢，听起来有点像修仙。那成佛那和成为菩萨那完全就不是一回事儿。这就好比呢，你成为这个罗汉，可能是让你去成为一颗星球；成为菩萨呢，是让你去成为一个银河系。你想成佛，那可能就是要你去成为一个宇宙。整个的递进它的难度绝对不是一回事儿。